嗨，你好，我是蕊希，花蕊的蕊，希望的希。今天你还好吗？无论你在哪儿，无论今天你经历了什么，我的声音都会一直陪着你。听完今天的故事，祝你晚安，做个好梦。如果在你的面前有一个按键，按下去之后，你的另一半会变成一个完美的伴侣，你会按下吗？这是我在看综艺《再见爱人》的时候节目里的一道选择题。对于上这个节目的夫妻来说，似乎每一个人的另一半都不是完美的。有的是性格不能同频，一个用控制表达喜欢，一个觉得压迫和束缚。有的是追求不一致，一个追求新鲜跟挑战，每一天都不愿意站在原地，另外一个安于现状，喜欢安逸跟稳定。大到性格三观的差异，小到生活相处的碰撞跟摩擦，即便相处了10几年，对对方了如指掌的夫妻，仍然在婚姻当中无法获得完美的情感体验。所以如果按下这个按键，就能让你烦恼的事情被解决，让你们之间的差异和磨合消失，让它变成你理想中的那个样子，为什么不呢？但节目上大多数人都没按。究其原因，我想或许足够了解爱情，明白所谓的完美伴侣并不存在。或许足够了解自己，明白自己爱情的初衷并非追求完美，即便对自己的感情并不满意，也没有要一键改变对方的想法。我乍一听觉得完美伴侣似乎是美好感情的关键因素，但仔细想想，却又觉得有些不对劲。完美伴侣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按你的想法打造一个完全符合你全部要求的人。他的性格、处事，他的互动，全部都要按照你满意的样子。他身上没有你讨厌的特征，没有需要互相理解包容的部分。他可以是张三，是李四，也可以是程序系统里面编排的任何一组代码。但爱情中有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流传故事，那么多让人动容的时刻，他们不是若干完美的人所谱写的，而是一个又一个可能有缺点的，却真实诚恳用心去爱的人认真缔造的。我们爱的人是有着些许毛病，但却真诚又可爱着，是会发生争吵，但即便生着气，也是半夜会为你掖被角的人，是哪怕你抱怨了很多次他怎么那么慢性子，但看到他不紧不慢地抚平你的情绪，你还是感到安慰的人。我外公外婆在我的眼里绝对不是对方的完美伴侣。外公性子外向、热情，爱交朋友。外公总讲说自己的老婆应该是一个风风火火如他一样的人，两个人合力做出一番事业来。但外婆呢，偏偏沉默寡言，不爱热闹，也不追求人生的大起大落。所以在我小时候，没少看见他们拌嘴吵架。慢性子的外婆嫌弃快性子的外公做事不多思考，外公呢就抱怨着外婆的不解风情。后来我外婆癌症住院，平时嫌弃老婆的男人开始忙里忙外的照顾着，连自己的儿女也不放心。后来外婆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，外公找遍我们当地的大夫寻医问药。再后来外婆连走路上厕所都要人扶着的时候，外公就坐在马桶旁边，拿宽阔的身子撑着他瘦弱的妻子。
婚姻有着什么样的意义，是我这个未婚的人暂时答不上来的问题，但我似乎能在他们身上找到一些答案。婚姻是朴素的，也许并不华丽，不光鲜，是不完美的，必然存在着妥协或者退让，但也是扎实的，患难与共，温静之交，是真实的，是你付出着也收获着。人们总是美化爱情的神圣和婚姻的庄重，主观地以为完美的伴侣是长久婚姻的保证，其实不是的。保障婚姻的不是那些人尽皆知的优秀品质，而是我们携手一生的决心和坚定的选择。李宗盛在歌里唱，我从来不想独身，却有预感晚婚，我在等着世上唯一契合的灵魂。我想所谓的唯一契合灵魂，不是那个人完美符合你所有的要求，而是你清楚你们之间的不同，但你们有勇气磨合，有决心共度。现在的网络总是愿意宣传自我、自由，告诉你不要为任何事情改变自己，不要委身于一段让你不舒服的关系，告诉你面对一段有问题的感情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解决对方。仿佛只要遇到一个完美的爱人，那些感情中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。但我觉得真正需要花时间去做的，不是辗转于一个又一个人之间寻觅完美的人，而是跟自己爱的人逐渐经营出属于你们两个人舒服的状态。我们为什么会感动于爱情电影，为一个又一个浪漫的故事而心潮澎湃？我们羡慕的是他们拥有完美的伴侣吗？我们羡慕的是那个人普通平凡，有着人之常情的缺点跟毛病，但却被人坚定地选择着，被彻底地爱着。你在这个人身上付出的时间和心意，会滋养出一个越来越好的伴侣。那些我们在养育着另一半的时间里，其实也被养育着。最后我想说，好的感情不是上天的馈赠，是自己的守护。